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林更新为赵丽颖怒对杨颖，趁赵丽颖怀孕抢主角，如今被林更新狠狠打脸。在杨颖身上受的气，林更新帮她狠狠出了。在娱乐圈这样一个光鲜亮丽却暗潮汹涌的地方，每一位演员的资源与机会都显得尤为重要。尤其是对于一线女演员而言，一个热门角色不仅能决定她们在当年的曝光度，更有可能影响她们接下来数年的发展走向。因此，当赵丽颖因为怀孕不得不暂时告别荧幕时，这本该是一个属于幸福与安稳的阶段，却偏偏伴随着外界关于角色之争的传闻与质疑，给她带来额外的舆论压力。赵丽颖在内娱的地位毋庸置疑，她凭借《花千骨》《楚乔传》《知否知否》应试、绿肥红瘦等代表作成为收视与口碑的保证，是业界公认的流量与演技兼具的女演员。然而，在她事业上升期怀孕时，一些角色空缺不可避免地出现。影视项目的投资方、导演、资本方都不会因为某个演员个人原因而无限期停摆，他们必须要寻找合适的替代人选来保证项目顺利推进。这本身是娱乐行业的常态，但问题就在于谁来接替、如何接替，会在圈内外激起巨大波澜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杨颖 Angelababy 的名字被推了出来。她在时尚领域和综艺节目中早已拥有庞大的影响力，但在影视作品方面，一直以来饱受演技不足的质疑。外界传言，趁着赵丽颖怀孕，杨颖有意或被推荐去接触一些原本属于赵丽颖的影视资源。这一消息一旦传播，立刻点燃了舆论场。对于赵丽颖的粉丝而言，这是赤裸裸的趁人之危，在她最脆弱、最需要被保护的阶段，却有人想要摘桃子，这显得极不光彩。事实上，娱乐圈里的角色争夺向来不是什么稀罕事，一个剧本可能会流转在多位演员之间，最终由资本方与导演拍板决定。只是当怀孕、替代、墙角这些关键词叠加到一起时，整个故事的道德色彩瞬间被放大。赵丽颖作为受害者的形象，自然而然获得了大众的同情，而杨颖则被推向了抢角者的不利位置。即便这些传闻未必完全准确，但舆论已经完成了叙事的塑造。回到当时的行业氛围，赵丽颖作为85花中少有的草根逆袭代表，她的努力与坚持早已收获大批忠实粉丝。人们喜欢她的真实与韧性，觉得她配得上更好的资源与机会。而杨颖则因演技短板与资本运作常年处在争议风口，于是两人的对比形成了鲜明的张力，一个是靠实力与努力一步步打拼出来的励志女演员，一个则是常被质疑靠外貌、靠流量维持地位的明星。这样的舆论氛围下，即便事件本身真相如何，公众也更愿意相信杨颖趁机墙角的叙事逻辑。更为复杂的是，这场墙角风波并非仅仅停留在观众的想象，网络媒体、自媒体账号，甚至部分营销号都在不断放大这个话题，制造矛盾与对立。他们把赵丽颖的暂别渲染成无奈，把杨颖的接替传闻放大成乘人之危。粉丝之间的争论也进一步推动了事件的热度，最终让整个娱乐圈都意识到，这不仅是两个女演员的资源分配问题，更是一场关乎形象、人设乃至公关的舆论战争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林更新的后续怒对行为才显得格外引人关注。因为在事件的最初阶段，赵丽颖本人并没有任何公开表态，她始终选择低调处理。而杨颖方面也没有明确回应，大多数时候是任由传言发酵。观众对真相的追问没有得到答案，于是大家更容易相信有人仗义直言这样的桥段。林更新的出现
某种程度上填补了这个叙事空白。在赵丽颖沉默的时候，有人站出来为她说话，为她出口气，从而让故事变得更加完整，更加符合观众心中正义战胜投机的想象。因此，这场由怀孕墙角传闻交织而成的风波，表面上是娱乐圈角色分配的常见现象，但在情绪层面却被赋予了更多意义。赵丽颖被放置在弱势一方，杨颖则被塑造成趁机者，而林更新的介入则成了整个故事戏剧化的开端。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背景与矛盾的起源，才让后续林更新怒对杨颖的新闻显得合理，并引发了大量网友的讨论与共鸣。在赵丽颖与杨颖墙角传闻愈演愈烈之时，林更新的名字突然被推上舆论舞台。他并非当事人，却因为一句怒对，成为故事的关键人物。很多网友都好奇，林更新为什么要出面？他到底说了什么？他的态度背后折射出的又是怎样的娱乐圈生态？要理解林更新的力挺，必须回到他与赵丽颖的合作渊源。2017年，两人合作出演古装大剧《楚乔传》。该剧播出后，不仅在收视率上大获成功，更成为现象级作品。赵丽颖饰演的楚乔和林更新饰演的宇文玥，也成为荧屏上令人难忘的一对。戏里二人感情虐心，戏外两人也因长期合作而建立了不错的默契与友情。在各种采访和花絮中，林更新常常展现出他耿直的一面，和赵丽颖的互动自然真诚，让不少观众直呼磕到了。正因为有这样的合作基础，当赵丽颖遭遇所谓被墙角的传闻时，林更新选择站出来表达态度，也就显得顺理成章。视频与相关报道中提到，林更新并没有选择模棱两可的圆滑，而是以一种直率的方式表达了对杨颖的不满，甚至用了“你也配”这样的犀利言辞。这种话语虽然尖锐，却正中粉丝的心坎。他们觉得，终于有人把心里话说了出来，替赵丽颖发声，替她争了一口气。林更新的性格一向如此，在娱乐圈里，他并不是那种圆滑世故、处处留情面的人。相反，他的直言不讳常常成为话题。有人喜欢这种耿直，觉得他真男人有担当，也有人批评他情商不高得罪人。但在这次事件中，这种性格反而让他显得格外难能可贵。毕竟在娱乐圈，公开站队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，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指责挑事或者蹭热度。然而林更新却选择了最直接的方式，毫不遮掩地支持赵丽颖，这种态度无疑为他赢得了观众的好感。从另一层面来看，林更新的力挺不仅仅是对好友的仗义，也是一种对不公平现象的反击。娱乐圈的资源分配向来不透明，资本与流量常常左右角色归属，实力派演员并不总是能拿到合适的机会。赵丽颖凭借努力和演技才有今天的地位，如果她的空缺角色真的被所谓的资本宠儿轻易拿走，那么对于整个行业而言，也是一种对专业精神的打击。林更新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很多演员内心的无奈与愤慨。他把这种不满直白地说出来，才会让观众产生共鸣，觉得他不仅是为赵丽颖发声，更是为所有被不公对待的演员发声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样的怒对行为也让林更新的人设更为立体。在观众眼中，他不仅是一个有颜值、有作品的男演员，更是一个敢于直言、敢于得罪人的正直男。这与赵丽颖一直以来的坚韧、善良形象相辅相成，两人也因此被许多观众称作最佳荧幕拍档。当赵丽颖选择沉默时，林更新用行动填补了这个空白。这种默契让人想起他们在《楚乔传》中的搭档关系，也让粉丝倍感欣慰。当然，我们也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：娱乐圈的很多怒对事件往往带有一定的表演性或传播目的。
林更新是否真的在公开场合对杨颖说过你也配，这一点难以考证。但不管事实如何，舆论已经完成了故事的拼图。林更新在大众心中已经成为那个为赵丽颖撑腰的人，而杨颖则成为被打脸的一方。这种强烈的对比进一步放大了新闻的传播力，让事件在网络上持续发酵。对于赵丽颖的粉丝来说，林更新的态度无疑是一种安慰。他们觉得赵丽颖并不是孤军奋战，她身边还有值得信赖的朋友，会在关键时刻站出来保护她。而对于林更新的粉丝而言，这种行为更是为偶像加分不少，让他在好搭档真性情的形象中又增添了仗义的一笔。至于杨颖，她在这场叙事中则成为被动的一方，哪怕未必真有墙角的行为，公众舆论也已经把她放在了对立面，难以洗脱。综上所述，林更新的力挺之所以能引发如此大的反响，不仅在于他的话本身犀利，更在于他代表了一种稀缺的品质。在资本与流量主导的娱乐圈，依然有人敢于直言不讳，敢于为朋友两肋插刀。这种态度不仅让赵丽颖的粉丝感受到支持，也让观众对她本人产生了新的认同感。而这或许才是林更新怒对杨颖能够刷屏的根本原因。如果说赵丽颖怀孕引发的角色更替传闻是一场导火索，那么背后真正让公众持续关注并不断发酵的原因，其实在于娱乐圈复杂的潜规则与资源争夺。人们往往对明星的光鲜外表心生羡慕，却很少有人真正理解在聚光灯背后，演员们为了一个角色、一个机会，要付出多么复杂的努力与不易。在娱乐行业，资源几乎决定一切。一个好的剧本，一位大导演，一个大制作的项目，往往意味着演员事业的巨大飞跃。赵丽颖就是一个典型例子。当年她凭借《花千骨》一举爆红，从小透明一跃成为收视女王。此后，她几乎每一部大剧都能掀起热潮，这不仅证明了她个人的实力，也说明她得到了极为优质的资源支持。对于任何一位演员来说，这样的资源都是梦寐以求的，而一旦出现空缺，自然会引来无数竞争者。所谓的墙角并不是单纯的明星之间的个人竞争，它背后往往牵扯到资本力量的较量。影视项目从立项到开机，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。资本方希望自己的签约艺人能担任主演，从而实现最大利益化。导演和制作团队则希望找到既符合角色气质，又有票房号召力的演员。这两股力量经常产生冲突，而在最终拍板的过程中，流量、话题度、投资回报率往往比演技和契合度更具话语权。这就是为什么观众常常会质疑某某演员怎么能演这个角色，但项目依然照常推进的原因。在赵丽颖怀孕的那段时间，她因为个人原因无法拍戏，这无疑在资源分配上留下了空档。对于投资方来说，他们不会为了某个演员停下整个项目的节奏，于是寻找替补就成了必然。而在这个阶段，杨颖的名字被推上台前。杨颖的演技一直饱受争议，但她的商业价值和流量号召力却是不容忽视的。她在综艺、时尚、代言领域拥有极强的曝光度，这些优势让资本方愿意考虑她作为候选人。于是，杨颖趁赵丽颖怀孕墙角的传闻便在公众舆论中迅速发酵。这种传闻之所以能引发轩然大波，不仅仅是因为角色的更替，更因为它触动了大众对于公平的敏感神经。在观众眼中，赵丽颖是一个凭实力和努力走到今天的演员，她的成功来之不易。而杨颖则常被标签化为靠外貌、靠流量的代表，这样的反差让舆论天然倾向于赵丽颖。换句话说，即便杨颖真的只是正常的参与项目接洽，外界也更愿意解读为不道德的抢夺。娱乐圈的潜规则就在于此，
谁更容易成为舆论的靶子，并不取决于事实，而取决于公众心中早已形成的印象。除了演员之间的竞争，还有经纪公司与平台之间的博弈。赵丽颖的背后有强大的团队，她本身就是收视保证，几乎所有平台都愿意押宝在她身上。而杨颖虽然在影视领域表现平平，但其背后的资本力量不容忽视。她长期以来与综艺节目绑定，能带来庞大的讨论度，这正是资本看重的一点。于是，两股力量在资源分配上难免发生摩擦。这样的摩擦在表面上被渲染为明星互撕，实际上是资本和流量的对抗。更深层次的潜规则还体现在角色人选的确定，往往并非单一因素决定。有时候，演员是否愿意降片酬，是否能带来广告赞助，是否有国际影响力，都会成为关键考量。比如有的演员虽然演技一般，但他的加入能拉来2-3个大品牌赞助商，对制作方而言，这种附加价值甚至比演技更重要。观众很难看到这一层，但在行业内部，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操作。因此，当赵丽颖因为怀孕暂别荧幕，杨颖传出可能接替时，这并不是单纯的个人竞争，而是整个行业运作逻辑的缩影。林更新之所以怒对，是因为他作为演员，更清楚其中的不公平。他知道，对于真正靠演技和实力拼出来的演员来说，被资本和流量轻易替代，是一种打击和不公。而观众之所以愤怒，则是因为他们希望看到一个更加公正的娱乐环境，哪怕这种公正在现实中往往是一种奢望。换句话说，这场墙角风波不仅揭示了赵丽颖与杨颖之间的矛盾，更像是一面镜子，照出了娱乐圈最真实的一面。光鲜亮丽的背后，是残酷的竞争，是资本与流量的角逐，是潜规则下少有人提及的无奈。观众在吃瓜的同时，其实也在映射自己对公平、努力与成功之间关系的思考。这才是为什么这件事能被持续热议的根本原因。在娱乐圈的舆论场中，打脸2字往往比任何事实都更具传播力。标题中提到的狠狠打脸，并非是指现实中的直接冲突，而是一种象征性的网络修辞。它暗示了杨颖 Angelababy 在事业或口碑上的失利，被广大网友解读为因果报应，进而与当年的墙角传闻形成对照。在网络语境中，打脸意味着翻转与对比。过去一度被认为得势的人，后来出现下滑或失利，就会被舆论迅速拿来与当初的风光进行比较。这种前后落差正是吃瓜群众最爱讨论的话题。杨颖过去是时尚、综艺和影视资源的宠儿，几乎在流量巅峰时期占据了无数话题。然而，随着作品口碑下滑，演技争议不断，公众形象也逐渐走低。这种变化被许多人看作是当年墙角传闻的反噬，于是狠狠打脸的标签便顺势而来。与杨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赵丽颖。赵丽颖凭借作品一步步积累口碑，从农村女孩到一线女星的逆袭故事，本身就自带励志色彩。无论是花千骨知否知否，还是后来的幸福到万家，她的作品不仅在收视率上表现出色，还在题材与角色塑造上不断拓展自己的边界。当赵丽颖在事业上节节攀升时，杨颖却因作品失利、综艺曝光减少而逐渐走下坡路。这种反差被网友们用来强化正义得到伸张的叙事，仿佛赵丽颖的成功不仅属于她自己，更是对曾经不公的回击。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下，林更新的帮赵丽颖出气被渲染得格外正义。虽然现实中可能只是简单的合作关系或场合中的一句话，但在网络放大镜下，他仿佛成了为赵丽颖鸣不平的骑士。他的态度被粉丝解读为替颖宝讨回了公道，这不仅增加了他的好感度，也让整个事件更像一出带有道德寓意的故事。
这种叙事逻辑非常符合网络文化的特点，观众不满足于冷冰冰的事实，而是希望看到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的情节安排。林更新的举动因此被赋予了更多道德意义，哪怕这只是观众的一种情绪投射。在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下，原本普通的职场竞争被迅速渲染成是非对错的对决。粉丝们会用极具情绪化的语言来表达支持或批判，比如正义从不缺席，报应迟早会来。这些情绪表达本身就容易引发共鸣，从而让事件持续发酵。与此同时，媒体账号和自媒体也乐于使用打脸这种关键词来制造话题，因为它既能吸引眼球，又能迎合大众的情绪需求。在这种双重作用下，一个可能并不复杂的娱乐事件，最终被演绎成一场带有正义审判色彩的网络剧。更有趣的是，观众在讨论中往往带有强烈的代入感。许多人会把职场的不公与娱乐圈的故事联系在一起，把赵丽颖看作是努力奋斗的小人物，把杨颖看作是依靠背景和运气的人脉代表。当赵丽颖最终获得成功时，他们会觉得这也是对自己辛苦打拼的一种精神补偿，而当杨颖遭遇质疑时，他们则会把这种落差理解为恶有恶报。这种心理机制使得舆论的力量不仅仅停留在表层，而是真正影响了公众对艺人形象的认知。长远来看，这种打脸效应并不仅仅是娱乐圈八卦的附属品，它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明星的发展轨迹。对杨颖而言，墙角演技差等标签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伴随她，影响资源选择和观众缘；而对赵丽颖来说，这种对比则进一步强化了她拼命三娘的励志人设。至于林更新，则因这一事件在网络叙事中多了一层仗义直言的光环。可以说，舆论在这里不仅是旁观者，更是塑造者。他用情绪的力量，把简单的娱乐新闻转化为带有因果逻辑的道德剧，让观众在吃瓜的同时，也完成了情绪宣泄与价值认同。在娱乐圈的叙事中，粉丝情绪往往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一次事件、一段传闻，未必会对明星本人产生直接实质性的影响，但在粉丝社群的放大与二次传播中，便会衍生出新的意义，进而影响到人物形象的建构与固化。在林更新替赵丽颖怒对杨颖的故事中，这种情绪的牵动与人物形象的塑造尤为明显。对于赵丽颖的粉丝来说，这个故事再次印证了他们心中的颖宝，一个努力拼搏却时常遭遇不公的小花旦。赵丽颖出身普通，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，也没有强力的资源支持，但她凭借一部又一部作品逐渐站上巅峰。正因如此，粉丝们早已把她当作从逆境走出来的励志象征。当传闻中出现赵丽颖怀孕时角色被抢的桥段，粉丝的情绪立即被点燃。他们会觉得自家偶像不仅在事业上拼尽全力，还在最脆弱的阶段遭受了不公。林更新的力挺无形中强化了赵丽颖被欺负，但有人愿意站出来保护她的叙事，这让粉丝既心疼又感动，同时也激发了更强烈的守护欲望。这种人设的稳固对赵丽颖的长远发展极为有利。她不仅仅是一个演员，更是一个带着故事和韧性的女性代表。观众对她的喜爱不仅出于作品，也出于情感共鸣。如果说赵丽颖在这一叙事中赢得了更多的同情与支持，那么林更新则收获了仗义直言的口碑。粉丝们往往希望自己的偶像不仅有实力，还具备勇气与担当。林更新在事件中表现出的直率与保护欲，恰恰迎合了粉丝们对男性演员的期待。在社交平台上，不少林更新的粉丝直接称呼她为护花使者赵丽颖的骑士。这种称号虽然带有调侃意味，但实质上提升了她的人气与路人好感度。
观众会觉得他不仅仅是荧幕上的演员，更是生活中敢于伸张正义的真性情男星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形象对林更新来说是一种稀缺的标签。在流量明星遍地的时代，很多人被批评只会营业，没有性格，而林更新因为这一事件，反倒被赋予了有担当、有情义的独特人设，这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是一种无形的优势。相比之下，杨颖在这则叙事中却显得尴尬。即便事实是否完全属实，她在舆论中已经被固化为负面角色。趁赵丽颖怀孕抢主角这一说法，本身就带有极强的情绪指向，观众天然会觉得这是不道德的行为。因此，杨颖在粉丝和路人眼中的形象逐渐被污名化，不再是单纯的时尚宠儿或综艺女神，而是资源咖心机女的代表。更糟糕的是，这种叙事往往会长久存在，即使当事人再如何澄清，也难以彻底扭转。粉丝情绪的对立也加剧了杨颖的负面处境。赵丽颖的粉丝会因心疼偶像而加倍厌恶杨颖，林更新的粉丝则会因男神的正义而把矛头指向他，即便是路人，也会在正反对比的叙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杨颖失格的形象。久而久之，舆论的暗流就会成为他事业发展的阻力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样的粉丝情绪与人物形象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循环，情绪推动舆论发酵，舆论塑造人物形象，而人物形象反过来又强化了粉丝的情绪。例如，赵丽颖被塑造成被保护的小花，粉丝会更坚定地守护她；林更新被称为护花使者，粉丝更乐意宣传她的真性情。杨颖则被定格为负面角色，导致其一举一动都容易被放大解读。这种循环一旦形成，就很难轻易打破。对明星来说，它可能是一种助力，也可能成为枷锁。整体而言，这个故事之所以能在网络上广泛传播，除了娱乐性和八卦性外，更因为它成功调动了粉丝的情绪，让他们在爱与恨的两极之间找到宣泄的出口。而这种情绪的波动，最终在舆论场中沉淀为三位明星迥然不同的人物形象。赵丽颖是坚韧而值得守护的女性代表，林更新是有担当的护花骑士，而杨颖则被推入负面叙事的漩涡。这便是娱乐圈的复杂之处，真实或许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叙事与情绪如何在网络中流转，并最终决定一个明星能走多远。在娱乐圈的舆论漩涡中，观众常常会因为一个新闻标题、一个片段化的故事而迅速形成站队，甚至把事情渲染为善与恶、正义与邪恶的二元对立。但如果我们抽离情绪，理性审视林更新怒对杨颖、替赵丽颖出气这一事件，就会发现背后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流量新闻所呈现的那一面。首先，怒对打脸类新闻的传播机制往往与夸张和放大有关。自媒体平台为了吸引点击，通常会采取极端化的措辞，把本来可能只是普通交流或职场竞争的事情，加上戏剧化的包装。例如，一个演员的角色更换，本质上可能是制片方、导演、投资人等多方博弈的结果，却会在传播中被简化为某人抢了某人的角色，进而引发大规模的情绪化讨论。标题中狠狠打脸的字眼，正是这种放大叙事的典型手法。其次，娱乐圈的资源分配从来不是单一维度的结果，角色归属往往涉及演员的档期安排、市场号召力、资本背景、团队谈判能力以及与导演和制片方的匹配度。这意味着赵丽颖、杨颖、林更新等人的角色变动，并不能用抢或被抢来一言蔽之。事实上，行业内很多演员都会经历被替换、被递补的情况，这是一种正常的职业现象，并不能单纯定义为道德层面的对错。但是，从舆论层面来看，
这种故事集大地满足了观众的情绪需求，观众天然倾向于在故事中寻找正义伸张的瞬间。赵丽颖一路走来，凭借坚韧与作品赢得认可，被部分粉丝视为被资本忽视但凭实力逆袭的代表。而杨颖则常常因为演技、资源和话题性的争议，被归为靠流量和外形上位的象征。当这两种标签被放置在同一个叙事框架中时，就会形成强烈的反差，进而让林更新替赵丽颖出气的传说更具戏剧张力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种情绪化叙事对公众人物的形象塑造有着深远影响。赵丽颖的坚韧被欺负人设在事件之后被进一步强化，粉丝的保护欲也因此增强。而林更新的护花使者标签则让他在粉丝和路人中获得更多好感度。相反，杨颖则因为负面叙事的加持，即便事实并不完全符合，形象也难免受到冲击。这种叙事绑架的现象，说明在舆论洪流下，公众人物往往无法完全掌控自己的形象走向。更深层的反思在于，娱乐八卦是否正在被大众当作正义剧场来消费？观众在现实中可能难以获得公正与正义的及时反馈，于是便把这种期待寄托在明星的八卦事件上。当看到弱者被欺负有人挺身而出的故事时，观众会本能地产生情绪共鸣，仿佛社会中的不平被纠正了一部分。然而，这种满足感更多来自舆论场的情绪投射，而非事件本身的真实逻辑。最后，结语：娱乐圈的故事往往真假难辨，但它们却真实地反映了公众心理与媒体逻辑的互动。在林更新怒对杨颖替赵丽颖出气的叙事中，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明星之间的爱恨纠葛，更是媒体如何通过叙事框架制造对立，观众如何通过带入情绪获得满足，粉丝如何在对比中加深对偶像的认同。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一场舆论狂欢。然而，真正值得我们警惕的是，不要轻易把复杂的行业逻辑简化为善恶二元的八卦故事。娱乐圈的本质是资本与市场的游戏，每一个角色变动背后都有远比打脸更复杂的原因。而对于观众而言，或许最理智的态度是在欣赏故事带来的戏剧性时，保留一份清醒与独立思考。